嗨，大家好。近日，一张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的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003号的一张图片，登上了各大社交媒体的热搜榜。经过多年的头爆琵琶半遮面，003航母终于露出真容。这是7月3日《经济学人》杂志上曝光的一张卫星拍摄的图片，正中间的航空母舰非常清晰。我们看到各个分段已经完成合拢。我们将图片放大，可以看到甲板右侧有2块空洞，即升降机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003共有2座升降机，而不像很多军迷此前预估的3座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注意到甲板上有3条颜色较深的跑道，这就是003所采用的3条电磁弹射器。可能很多朋友会问，从一张俯拍图怎么就能确定是电磁弹射而不是蒸汽弹射呢？请大家注意，在每条跑道的后端不远处有一块白色的长方形预留位置，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舰载机起飞时看到后面的那块板子。它还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偏流板，目的自然是为了将舰载机的高温尾焰引向上方和两侧，防止灼伤甲板和后面的地勤人员。我们注意到最右边的这条弹射器的偏流板距离升降机非常的近，而不像此前曝光的设计是在前面一点为错开的，请大家记住这个细节。为了找到答案，我们来到辽宁葫芦岛的新城舰载机训练基地，如图跑到最中间的位置有2个凸起物，这个非常明显，为模拟辽宁舰和山东舰的滑跃起飞甲板。由于山东舰将辽宁舰的飞行甲板角度从14度调整至12度，所以这边的训练基地也被设计为2个。最下边的飞行器左边还有一条深色的跑道，这是模拟舰载机降落的航母甲板。我们顺着这条跑道向上，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一条，将航母的整体轮廓补充上去，就可以一目了然了。而中间还有4条清晰的白线，这就是模拟航母甲板上的4条拦阻索。而在这条跑道的右边还有2条深色的跑道，这就是我们来到训练基地的重点了，2条弹射器。我们注意到样子好像有些不一样，的确，从此前央视曝光的舰载机训练视频画面中，可以清晰看到左右各2架监视物从2条弹射器滑跑，而右边的那架在弹射起飞时伴随着一股白烟。没错，地图中所示的2条弹射器中，右边为蒸汽弹射，左边为电磁弹射。经过测量，左边的电磁弹射总长近150米，右边的蒸汽弹射则不到140米，两者相差了10米多。可见，在航母训练基地，中国是在训练2种不同的弹射起飞方式，并进行对比测试。中国在进行003航母的设计之初，是跟美国的尼米兹级和法国的戴高乐航母一样，采用蒸汽弹射的方案。而马伟明院士所领导的电磁弹射团队研发进度却异常迅速和顺利，在与自研的蒸汽弹射对比测试时发现，不仅出动效率有先天的优势，其平均故障间隔周期更是从蒸汽弹射器的405周大幅延长为1300周，稳定性着实令人满意。要知道，美国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尽管服役3年多，但电磁弹射器始终是它的顽疾，平均使用400至600次就会发生1次严重故障。这个次数几乎是此前尼米兹级蒸汽弹射的1/10，大幅增加了使用成本。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曾宣称，未来航母要改回蒸汽弹射。而马伟明团队所研发的中压直流技术，更是领先美国的中压交流整整1代，并且体积和重量更小，其优异性能还被创造性的使用在了未来的076两栖攻击舰之上。尽管美国在航母的建造和使用上领先世界，但在电磁弹射技术上，中国却实现了弯道超车，因此003航母岂有不用之理呢？于是，在我们之前看到的卫星俯拍图中，003上电磁弹射器后面的偏流板向后移动了10来米，刚好落在了升降机的旁边。尽管看起来略显局促，但由于偏流板可以随时放下，所以并不妨碍舰载机的进出。从这张图还能看到，在2个升降机中间还预留了舰岛的位置。我们并不知道此图拍摄的具体时间，不过这时舰岛还没有安装完毕。这是今年5月30日的一张卫星俯拍图，此时003航母的某些分段还未合拢，而在航母前段的待组装区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舰岛的模样。那么有没有更清晰的图片呢？有，这是网友在高空拍到的一张舰岛正在吊装的画面，这则是在建党100周年的前一天6月30日所拍摄的图片。我们清晰看到舰岛上面还有一面党旗，从图中可见，正面的2个正方形为安装相控阵雷达的位置，据推测应该与山东舰保持一致，为346A 海之星有源相控阵雷达。
考虑到雷达的体积、功耗和成本，应该不是05上的 346B， 当然更加不是辽宁舰上那个圆弧形防护罩的346基本型了。至于它们的区别，请参考一下这期视频。而舰岛的侧面则是蒸汽轮机的烟道冷却进气口，这也印证了我此前对003航母的预测，即常规动力加电磁弹射。尽管很多军迷执着地笃信003会一步到位上核动力，也与常规派有过激烈争论，但舰岛高清图的出现也让这种争论偃旗息鼓了。恐怕拥核派要将目光移向004航母的身上了。这里还有一个误区，很多人会认为003要上电磁弹射就必须要上核动力才能为其提供充沛的电力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解。其实电磁弹射与动力类型并没有直接关系，关键是船舰的总功率，也就是单位时间的做功能力有多大。无论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，都可以理解为烧开水，只不过一个是采用重油烧锅炉产生蒸汽，一个是用核燃料进行核反应产生蒸汽，最后都要通过一个蒸汽轮机，一部分带动动力转动，一部分带动发电机发电。像美国的尼米兹级尽管是核动力航母，但依然还要装配4台蒸汽轮机和4台应急柴油机联合发电。跟核电站的发电原理一样，核能要转化为蒸汽能来做功，核能本身还不能直接推进航母或者发电，发电的都是汽轮机，只不过源头不同罢了。所以说只有核动力才能上电磁弹射，这种说法则完完全全是个谬论了。核动力航母的优势在于续航能力强，不需要经常补充燃料，同时不需要大量的进气和排气，也没有烟气管道，能够节省航母内部尤其是舰岛的空间。所以这就是美国航母自核动力的尼米兹级开始，舰岛越做越小的原因了。这是今年7月6日被003航母量身定制的心脏 A03 项目主气轮机组的发运仪式，从哈尔滨正式启程，目标上海。这是在7月12日的最新卫星图片，小弟动力总成正在紧张安装中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003的尺寸。既然是卫星拍到的图片，那么按照比例尺测算就可以很好得到航母的大小了。这是美国人将003和福特号这2艘中美目前最先进的电磁弹射航母放在一起进行的对比。中国的003舰长为320米，舰宽73米，均略小于美国的福特号，但均超过了中国的前2艘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的306乘70.5米，与此前的推估非常接近。而升降机和弹射器刚才也介绍了，分别是2座和3条，各比福特号少了一个。至于吨位，由于吃水深度和水线长宽还是未知数，根据之前的小道消息流出的约为300乘以40米，所以预估正常排水量为78000吨，满载排水量达85000吨。一旦确定，003将成为亚洲有史以来吨位最大的航空母舰。那么003能搭载多少舰载机呢？吨位近似的小鹰级航空母舰，舰载机数量通常为70至80架，所以推测003大致也会接近这个区间。而并未官宣，但却已经出现在武汉航母楼上的海之2式直升机、FC-31 5代舰载机和空警600预警机也有望部署其上。从航母分段合拢和上层建筑的搭建进度来看，距离其下水也越来越近了。个人推测，今年国庆节前后下水的可能性很大。至于003的命名，前2艘航母命名为辽宁和山东，自然有建造基地和首个部署基地的先天优势。后面呢，可能就要看经济实力和对国家的贡献大小了。预估上海、江苏、广东的可能性最大，最终花落谁家，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好，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